该叫 Gary Point， 是这么一个地方。今天时间尚早啊，所以我看这个步行道上没什么人，就是到这边呢来看看海，看看海岸啊，心情呢就会变得开阔。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是黄昏时分，这边呢有很多人呢在这边闲逛，也有一些人呢在这边表演木橛。可能现在是早上10点来钟的时间啊，没什么人，空空荡荡的感觉啊。就是有两边的这些渔船啊，在码头的这条小路上停靠，形成了一种像一条小的商店街一样。嗨，大家好，今天呢迎来了一个多变的天气。原本昨天报道今天一天都下雨，所以我也打算要去来。但谁知道呢？今天早上我睁开眼睛光车，但是等到我们开车来到这里，这里呢天气又阴沉下来，刮起大风。我能听到这个快要离开，也就这边4位多钟，留下更多的印象了。这边呢是 Stevenson Fisherman's Memorial。我记得我上次骑单车啊，来到了这边。这边呢应该叫 Gary Point， 是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海湾。你看啊，现在可能是潮水还不是很高吧。我眼前看到的这些乱木头啊，是不是都是被这个潮水冲上来的？离群们呢，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在大温地区啊，华人在走到离群们的商业中心或者热闹地方呢，全都是中文的招牌。但其实呢，离群们范围还是蛮大啊。你看到了这边呢，就完全是跟其他的加拿大地方一样啊，就呈现着一派原始的状态。像这样的海湾啊，虽然也做了一些公园，也增添了一些设施，但是基本上来讲呢，还是一个渔港的地带。现在这个渔港呢，到这边再去走一走。那边呢可以买到新鲜的一些海产，那些渔民啊去捕捞的那些海产、水产呢，就在这边售卖，没有经过中间的程序，所以大家都觉得，一是图它新鲜，二是经济实惠啊。有时候赶上这个黄昏的时候，渔民们也要下班回家了，这个时候呢就会更便宜一些。我上次骑车啊，一直沿着海岸骑了有7、8公里吧，一直来到了这边啊，非常好的一段骑行道。我上次专门拍的影片跟大家有介绍过。今天呢，就是跟我家人呢到这边来闲逛一下，所以我也不能让家人等太久。我就在这边呢走几步啊，重温一下上次来过的那些景色。然后呢，我们等一会儿要开车去渔人码头那边，到那边再去逛逛。
看这个步行道上啊，没什么人，基本上来讲，就那么3-5个人在那边散步啊。今天天气很好啊，风很大，而且有下雨的可能。就是到这边呢来看看海，看看海岸啊，心情呢就会变得开阔。你看这个地啊，都是一些沙地啊，就好像那个海滩上的沙很像，但是呢，它也长出很多草来，在这个软软的沙地上走一走，就感觉有一种接近自然的感觉啊。我上次在这边骑行过，这一路海边的很多房子，它们都是一些非常漂亮的靠海的房子，但实际上呢，这边并非所有的房子都是如此。加拿大这边呢，好像还是蛮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公平原则，就平等的分配这些好的资源吧。所以我这边看到呢，也有很多那种矮层的房子，就是我一直把它称之为廉租屋的这种房子啊，因为我也找不到其他的什么名字来替代它。总之呢，就是那些收入比较低，更容易负担得起。那这种房子呢，往往是一种集合的住宅，就大家呢，可以租这样的房子。相信呢，并不是特别贵。虽然你没办法拥有产权，但是呢，你也不用交这个房地产税。而且呢，重要的是你可以和边上的那些其他的住户啊，即便是豪宅的这些住户呢，享受同样的自然环境。那这个呢，应该是加拿大人的一种公平原则。而且呢，不管是你是房子的主人、业主，还是租住的租户，你都拥有同样的权利。比方说，如果周围有一个好一点的学校，那么租售同权，不管你是买的房子还是租的房子，就大家都是一视同仁，同样可以在这边办理入学的手续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公平的一种原则，应该值得赞赏啊。好了，我呢走了一圈啊，又回到了这个停车场。那我们这一段呢就到此为止。等一会儿呢，我们开着车再到渔人码头啊去转转啊。好，一会儿见。现在呢，我已经在渔人码头的附近了啊。渔人码头呢是 Richmond Stevenson 这边的一个观光名胜点。这边也开了一些小店啊。那我注意到这边有一个房地产商的广告啊。我们简单来看一看这边的房子到底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应该都是附近的房子吧。我看到那种独立屋啊，接近2000平方尺的239万，当然也有一些公寓啊，便宜点的70多万2房的，一房的接近60万，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尺寸啊。总之这边的公寓呢就是100万以下， house 呢大概200万左右啊。
8年多没有来这里了。你看啊，对面也建了一些新的低矮的这种房子，上面应该都是一些 apartment， 下面开了一个 Seven Food， 应该这边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的超市。以前到这边来呢都是随意停车的，但现在呢你要找位置啊，你要在路边看到，像这边呢就是3个小时免费，否则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吃罚单了。更多地方呢都是一些商业的停车位。看到这些低矮的房子，经过3年左右的疫情，没有倒下的都是好汉。前些天呢，我开车曾经路过这里，就黄昏时候啊，这边呢好像商店比以前更加热闹了一些，而且商店的数量、餐馆的数量呢有所增加。我们来看看这条小街道啊，就以前呢只是海边那边有些商店，现在呢已经延续到了边上的这些社区，很多呢都是新建的，但是自来旧。这边呢就是这样子的。看到马路边上有一块牌子，过来稍微瞄了一下，就这个地方呢讲的它的一个历史，就从1894年建立的一个地方啊，一直发展下来。这里边呢就会有一些当年的老照片啊，这个是1950年的照片，就是慢慢的变成了现在一个城区啊，大概是讲的这么一段历史。这边呢有个房子啊，我就没有时间去了，它应该就是跟刚刚我们那个牌上看到的这个一致的一个地方啊。往前走呢就是一个码头，渔民啊他们的渔船停靠地方。在边上呢就是号称渔人码头的一个渔民们的这种售卖他们海产的一个码头。那边呢有更多的一些餐馆，有些呢就在海边，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海边的景色，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就到这边去走一走。你看啊，我眼前看到这个停车场呢，以前啊都是免费的啊，但现在呢，对不起，全部都是要收费了。这边呢可以说是温哥华地区啊，乃至整个大温地区的老百姓最隔三差五都要来一下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如果说有些从其他地方来的客人、亲朋好友呢，肯定也是会到这边再来游一游，因为它就胜在呢一种怎么讲，自由自在的海湾的景色啊，而且呢可以跟那些渔民们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还可以买到一些心仪的水产品、海产品。所以这边呢在这边还可以欣赏一下海港的景色，看看各式各样的渔船，然后到了黄昏的时候呢，看看今天就是风比较大，我的帽子都吹掉了，我对着也是后面来照一照。
天还是有点阴沉啊，太阳没有全开，所以望出去的景色呢，稍稍有一些苍凉。在这边在很多很多地方，记得我们以前在这个餐馆曾经用过餐。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是黄昏时分，这边呢有很多人呢在这边闲逛，也有一些人呢在这边表演木橛，还有一些志愿者在这边做一些讲解。这个附近呢都是一些海边的餐馆，这些餐馆呢非常陈旧，你可以看到那些墙壁啊都是木头做的，但是看上去已经色彩不是那么鲜艳。我们来海边看一看，我的身后呢就是渔人码头的一个小馆，从这边下去呢就是去到那些渔民们的这些渔船，直接可以问他们买一些他们捕捞上来的海产品。可能现在是早上10点来钟的时间啊，没什么人，空空荡荡的感觉，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奇怪的感觉。好，我们到渔民的船边上看看，看来有些渔民呢已经早早开张了。现在还有一些渔船啊在摆卖的这些摊档，还写着中文字：有水牡丹虾，有水斑点虾，各种各样的虾，10几、20几加币一磅。还有其他的海鲜，用那个冰啊冰住，保持鲜度。你看啊，像这些呢就是渔船啊，就如果一家人能够拥有这样一只船，每天呢到海里面去捕捞一些这些水产，然后到这边来卖啊，应该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也是一种生产的方式，相当不错。那么时间上就更多的这些渔船呢，渔民没有开档了。对，没有海滩。我不知道这些渔船是固定停在这边的，还是他们也是先到先得，回来以后呢就可以摆卖他们的产品。这个码头的外面呢有更多的小码头，但是我看大部分呢并不是渔船啊，停的是那些小游艇。可惜来的有点早啊，没有看到那种在这边叫卖他们的海产品和大家排队购买的人群的这种场景啊。现在已经走到了码头的顶部了，我们来这边看一看啊。就是有两边的这些渔船啊，在码头的这条小路上停靠，形成了一种像一条小的商店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每天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就会非常的热闹，因为呢，
渔民们就会把他们捕获的这些渔获呢，第一时间的在这边售卖。所以谁要想要新鲜的这种海产品呢，那就到这边来。但今天我只是看到了1、2个还开着的这种船上的商家在卖一些像那种大虾之类的水产品，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就渔民们呢以此为生，但是老百姓呢到这边来买一些他们心仪的海产品。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来见识一下。你看看，买了好多虾，漂亮。原来这边也有一个摊档是卖鱼的，龙利鱼，写着中文字。好了，现在呢我已经走出这个渔人码头啊，把这一段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